2009年，中国来了一场野性消费，狂掷3.4亿美金从乌克兰购入了4艘欧洲野牛起点登陆艇。这笔交易在当时，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乌克兰，都称得上难得的大订单。然而，仅仅过了10来年，这4艘登陆艇就彻底退出了中国战备集团，这笔钱是否花得太冤了呢？中国与野牛艇之间的纠葛可谓是百转千回，虐生虐心。在故事的最开始，其实根本没有乌克兰什么事儿。早在千禧年伊始，中国就向老朋友俄罗斯提交了购买请求，奈何美国隔着太平洋也要从中作梗，不得已之下，中俄两国只能暂且放下军备交易的念头。俄罗斯这条路走不通，中国政府又实在不愿放弃那群在世界上颇负盛名的野牛，只好另辟蹊径，将目光放到与俄罗斯领土接壤，并且同样有能力生产销售野牛艇的乌克兰身上。彼时的中国虽没有今天的财大气粗，相对乌克兰来说也还算够用，但这笔军备交易依旧推进得十分艰难。原因无他，中国想购买的不仅仅是几艘舰艇，还有气垫登陆艇的整个生产线。谁都知道中国打的什么主意，然而他们给的真的太多了。没了美国搞事情，中乌双方非常开心达成了合约。随着2013年第一艘野牛顺利交付，双方都觉得自己赚翻了。虽然在乌克兰眼中，中国可能就是个冤大头，毕竟那可是2009年，美元比现在值钱多了。美国媒体的嘲笑声从大洋彼岸一直传到了中国，美国十分清楚欧洲野牛名声震天响，实际上却称得上是个外强中干的样子货。作为一艘军事舰艇，它的燃油消耗和续航能力在现代化战争中实在不够看。这还不是最糟心的，中国之所以急于购买登陆艇，便是要用于南海地区复杂的国际争端和台海问题。野牛艇可以运载3辆中型坦克和366名士兵，满载555吨的大前提下，150吨装载量对于它来说只是小事一桩。5台 NK12MV 涡轮发动机为舰艇提供了强劲的马力，最高航速63节，55节状态下可以维持300海里续航。野牛艇确实很优秀，但这一切数据都是架构在特定航情状态下的，这就不得不提到野牛艇的设计初衷。这个大家伙原本是为黑海和波罗的海而生的特定造物，在季风和洋流的作用下，这两片海域与我国南海相比，少了几分波涛汹涌。3亿美元打水漂。2009年，中国豪掷3.4亿美元从乌克兰购买到的野牛气垫船，存在着一个重大设计缺陷，它根本没有与狂风巨浪抗衡的能力。1米以下的海浪宝宝，野牛尚且能小小的欺负一下，如果是碰到 1.5 以上的小朋友，野牛即使马力全开，航行速度也无法突破40节大关。2米以上的青年海浪就更不用说，野牛气垫船分分钟罢工，严重失速给你看。我国南海地区海浪较大，潮差小，东北季风海浪再平缓，也平均在1到 1.6 米之间。进了涌浪月，2米多高的海浪也是司空见惯。即使在相对平缓的西南季风面前，平均海浪高度也在 1.2 米以上。这还是在不考虑台风季的基础上，10米高的怒海狂涛是什么样？野牛宝宝恐怕这辈子都不想知道。在此番大前提下，欧洲野牛再凶悍也抵不过狂风巨浪，运载量再大，火力再强又能怎么样？下不了水的气垫登陆艇没有任何存在价值。问题在于，野牛气垫登陆艇的种种硬伤，美国知道，俄罗斯知道，中国也知道，甚至中国早在购买前就已经明白，它并不适应中国南海复杂多变的海情。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甘心做冤大头，买了一堆空架子呢？之前已经提到了，中国的3.4亿美金所购入的可不仅仅只有4艘气垫登陆艇，隐藏在军事订单背后生产线与研发记录才是中国的最终目的。气垫登陆艇具有灵活性高、航速快、运载能力强等优势，十分适合浅滩登陆、袭击岛国等一系列军事活动。而彼时的我国并没有掌握相关制造技术，想要尽可能缩减研发时间，直接买一艘就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条路。中国的套路显然不会如此简单，既然乌克兰狮子大开口，中国也不介意以彼之道还之彼身。4艘野牛气垫登陆艇中，仅2艘以完整登陆艇形式对我国进行交付，另外2艘则将以零件和生产线方式交付中国。可见我国要的就是技术。难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不害怕中国真的将气垫登陆艇研究明白，并且实现自主研发吗？或许是因为傲慢，或许是因为战舰研发并不是什么简单的技术，又或许是因为彼时的中国制造还停留在山寨低端层面。总之，中国就这样买到了、研究了、组装了，并实现了自主研发。
726型野马气垫艇成功下水，象征着我国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适合我国海情的气垫登陆船。相比野牛的大块头，野马显然更加轻盈灵活。野牛气垫登陆艇无法进入071船坞，野马气垫船却可以在071船坞登陆舰中装载4艘，并且小巧的体型显然对登陆行动更加有利。野牛的重甲确实可以给予官兵更多保护，但如此庞大的目标在实战中只会成为火力打击的重灾区。重火力压制之下，无论是坦克、装甲车都很难完成登陆。不能登陆的登陆舰又有什么存在意义呢？50到60吨的载重完全可以装载众多重型武器。最值得骄傲的是726野马气垫登陆艇最高航行速度可达80节，并且可以持续高速航行320公里，配合071完全可以实现穿越台湾海峡。726野马气垫登陆艇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发的气垫登陆艇，在设计之初它存在着或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在中国科研人员的努力下，726发动机系统不断优化，装载能力和续航能力不断提高。如果单纯从实用主义分析，这3.4亿美元是非常冤。野牛气垫登陆艇从未真正意义上执行过任何军事任务，除军演之外，它几乎很少出现在我国南海海域。726野马正式投产后，野牛好像功成身退，寥寥几次露面，也只是作为训练船。可若考虑到科研价值，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更宾主尽欢的一笔生意了。尽管中国开心到不行，我们不能否认野牛气垫登陆船为中国登陆船产业做出的贡献。726能够如此之快实现从无到有的过程，野牛功不可没。它确实只在我国军备史上出现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它对我国登陆艇领域研发工作的影响何止10年。进口军备也好，进口其他高精尖科技也好，他们或许可以短时间内对本国势力进行大幅度提升，但真正想要实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自主研发才是唯一的道路。这一点中国很清楚，并且一直在自主研发之路上一路前行。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